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轻松的小猫。苹果在 MC 里面一直是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，因为回复的宝石度实在太少了，平时我经常都是嫌它占地方直接丢掉。唯一有用处一点的金苹果，需要加上9个金锭才能制作一个，造价实在是太高了。那今天咱们的这个模组 Apple 加，让游戏中的各种物品都可以被制作成特殊的苹果，总共122个苹果。看这些苹果的图案，五花八门，五彩缤纷，5年高考。那我们废话少说，挑一些有意思的来介绍一下吧。你过来啊！首先第一个铁针苹果，它是由8个铁针加上1个苹果制作的啊，这个制作材料也是非常的昂贵呢。然后它使用之后会给我们一个负面的效果，我们的头上会间接性的生成一个铁针，需要不停的逃跑来躲避这个铁针才行，就必须要随时提心吊胆的。不过虽然我们花费了很多的铁针，但是我们消耗掉的这些铁针它都是会回来的，所以这个铁针苹果是一个非常适合熊孩子的玩具。箭头苹果啊，在苹果上面插了一支箭，箭头苹果使用之后，我们可以向面前发射出一些箭矢，是一个攻击范围超级大的苹果。把这些箭回收起来也非常方便，因为它们都是射在一块儿的。鸡眼苹果看起来像一个炸弹一样，这个模组中它是有一套获得鸡眼的办法的，所以咱们不用担心制作不出来。然后这个鸡眼苹果的话，吃下去之后，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击破3的效果，咱们的手臂会变得非常的坚硬，可以光速敲烂村民的木头，帮助村民们搬迁。床苹果像一个床一样，吃了之后我们可以睡觉，制作需要花费掉很多的床，但是它比床更有用，因为如果我们在白天吃这个苹果的话，我们的时间就会直接跳跃到晚上，而在晚上使用这个苹果的话，时间又会跳回到白天。由于它是使用8张床制作的，所以它的使用耐久度也有8点。反正咱们平时到村庄里面都有很多多余的床可以用，把它做成这样的苹果其实也是挺划算的。信标苹果吃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获得信标上的所有 buff。这个苹果可以让我们不受信标距离的限制，只不过价格非常昂贵就是了。每20分钟的信标效果都需要我们击败一个凋零。不过这个对于后期有沙雕机的小伙伴来说就一点都不贵了。像这样的苹果还有特别多啊，比如这个钻石苹果，9个钻石超级昂贵，吃一次之后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幸运3的效果。这个幸运3可以让我们复制我们开采的矿石，让它直接变成2个。然后绿宝石钻石，村庄英雄小包专属，使用之后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持续1分钟的村庄英雄效果。这个苹果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，好吧？以后什么其他的苹果都不吃了。Nice。然后矿石的话，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红石苹果。这个红石苹果的触发需要我们背包里面有一些药水，在我们吃下了它之后，我们物品栏的药水持续的时间就可以变得更长。然后是一个蜘蛛网制作的苹果啊，这是一个坑自己用的。当我们使用了之后，我们会被减速，并且脚底会生成一个蜘蛛网。感觉这些苹果挺适合带自己的小伙伴过来玩的啊，让小伙伴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吃下各种各样有不同效果的苹果，就非常的有意思。然后是一个附魔的蜘蛛网苹果，吃了它之后可以让我们周围的生物都被减速。看这个猪猪，它平时被我们打之后跑的不是会很快的吗？现在的话被我们打了之后也跑不了多快了。然后咱们平时金苹果制作起来不是非常困难吗？啊，要9个金锭，实在是太昂贵了。那么今天咱们就要推出金苹果的阉割版本，更少的金苹果，只用9个金粒就可以合成。然后它使用之后可以给我们一个1级的生命回复加上2颗星，只是生命回复稍微少了一点，伤害吸收还是一样的。然后介绍一个获得非常困难的苹果，末影龙苹果，它可以用8个龙蛋或者8个龙头制作而成。不过龙蛋的话，一个存档里面只能有1个，所以咱们只能用第2个方法8个龙头来制作。这个末影龙苹果就非常变态了。来，我们吃一个试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吃完了，直接看的话好像没什么变化，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双击空格，就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像创造模式一样直接起飞，持续的时间20分钟，总共可以使用8次。不过还有一些苹果和它有相似的功能，就比如咱们的蝙蝠苹果，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这个飞行能力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，就是会在我们脚底下生成一只蝙蝠，然后我们可以坐在上面。有同样功能的是火箭烟花苹果，吃了之后我们右键就可以在我们屁股上插一个火箭烟花，每吃一次苹果我们就可以飞1分钟，想要飞的时候只需要按右键就可以了，就是它一直捅我们屁股稍微有点疼。然后再介绍一些生物的苹果吧，一个是这个僵尸苹果，僵尸苹果需要用到8个僵尸的头颅。当我们受到伤害之后，周围就会直接刷新出一个僵尸，受到的伤害越多，周围的僵尸也越多，直接被僵尸大军包围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做这个东西啊。然后是女巫苹果，可以让我们获得女巫保护的效果。当我们在受到攻击的时候，就会像女巫一样往地下丢一个水瓶子，不过丢出来的都是治疗药水，对这些亡灵生物效果比较好。
要是对铁傀儡什么的，就可能给他们加血了。我们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，它会全自动帮我们发射的。苦力怕苹果的效果比较简单，就是可以在我们脚底下召唤一只苦力怕，不过我们需要马上蹲下跑掉，不然就会被它炸死。那说到爆炸，我们就不得不试一试这个 TNT 苹果了，熊孩子狂喜，好吧？那这个 TNT 苹果有啥用？想必我不用多说了吧？这个苹果的话就是4个字啊，自爆卡车。当我们吃了之后，我们就会直接爆炸，爆炸的范围特别大，可以把我们周围很大范围的方块全部都炸烂掉。和这个 TNT 苹果最搭配的就是下界之心苹果了，它需要用8个下界之心合成，每次使用之后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20分钟的抗性效果。我们可以像这样子吃了 TNT 而不受到任何伤害。咱就是说，有的时候被困在房子里面了，不想走门，我们就直接吃一个这个苹果，就可以光速离开这个房子，非常的方便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这个附魔之瓶苹果了。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经验值是2级，对吧？当我们吃一个这个苹果之后，经验值就会直接被改成30级。而且最变态的是，在这个期间，不管我们怎么样使用经验值，它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。赶紧趁这个时间给我们的装备疯狂附魔一波。OK， 那么这些苹果的话，由于数量太多了，咱们就不全部介绍完了。像这种吃了之后可以给我们提供复活效果的复活图腾苹果，还有可以随机播放磁带的苹果，种类非常丰富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去试玩一下。OK， 那么我是小豹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